Hello， 我是糖糖，一個玩了10年車的老司機。最近後台被問爆了一個問題，糖糖25萬內想選一台開着爽、用着省、回頭率還高的純電轎車，選哪個好？這個問題其實挺有意思啊，因為在傳統的認知裡，操控性能和能耗就像啥呢？魚和熊掌，你要是跑得快，就得做好充電2小時、爽開5分鐘的準備；你要是想省電，就得忍受油門踩下去像踩棉花那種無聊感。但是現在2026年了，這個活只有真短本人能有多破了。今天我就把3台熱門選手拉到了一起，咱們呢先看價格。极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22.39萬，905公里續航，103度電池900伏全部给你。特斯拉的 Model 3後驅版23.5萬，能耗控制小能手，電耗低是它的看家本領。然後就是小米蘇7四驅 Max 版30.39萬，四驅頂配，性能猛獸。你可能會問糖糖，你這對比不公平啊，一個22萬後驅，一個30萬四驅，差8萬塊錢，怎麼比？正因為不公平才要比，因為這3台車根本不是同一個打法，它們代表了3種完全不同的產品策略和主銷思路。特斯拉 Model 3 23.55萬後驅版是它最走量的版本，路上你看到10台 Model 3，至少有7、8台就是這個配置，務實夠用省電就是絕大多數消費者的真實需求。小米蘇7 30.39萬四驅 Max 版是很多蘇7車主的理想型，虽然價格最高，但馬力加速、極速通通拉滿，屬於我可能不買，但要買就買這台的存在。極氪007 22.39萬後驅 Max 版是同級罕見把900伏下放到20萬出頭的車，103度大電池，905公里續航，價格最低，配置最全。它的策略很簡單，先進技術普惠，直接捲翻全場。咱們今天就看誰能做到，既要馬兒跑得好，又要馬兒吃得少。我們今天不講客氣話，賽道見真章，能耗看實測，充電拼速度。核心就一個問題，到底有沒有一台車能讓性能控和務實島同時閉嘴？來，咱們先看看3車3電核心參數。特斯拉 Model 3後驅版400伏平台，充20%到80%，快充約25分鐘。小米蘇7四驅 Max 800伏平台，充10%到80%，快充約12分鐘。極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900伏平台，充10%到80%，快充約10分鐘。很多人會說，充電快有什麼用啊？你開得猛，電耗肯定高啊。那我們就來看一看同樣路段、同樣駕駛風格的實測能耗。同一條路，每台車2位同事從這裡開到漳州港，再返程，合計100公里。我們統一運動模式，有城區也有高速。最後看看咱們3台車它的能耗表現是怎麼樣的。特斯拉目前剩余里程293公里，小計里程清零。小米目前剩余里程668公里，現在小計已經清零。極氪目前剩余里程565公里，小計里程清零。百公里能耗是16.9千瓦时，极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百公里能耗是11.9千瓦时。3台車裡呢，它價格最低，充電最快，能耗也是最低的，表現真的是非常好。而且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，出發前極氪007續航剩餘是564公里，抵達剩餘的是455公里，它的續航完成率達到了91.7%，這也就是900伏高壓平台的底層優勢啊，電流更小，線損更低，熱管理更高效，你踩得爽，但它吃得少。作為四驅 Max 版本，小米蘇7在高性能下百公里16.9千瓦时，能耗控制其實也是很不錯的，但極氪的900伏確實是更勝一籌。那特斯拉 Model 3能耗控制呢，依舊是比較穩定，表現也挺出色的。接下來就是我最期待的環節，直線加速、迷流測試、繞樁。先看3車動力參數。那直線加速，我先開特斯拉 Model 3。3、2、1，走！264匹，6.1秒破百。說實話這個數據放在5年前，那是妥妥的性能車水平。但是呢，在2026年的今天，它只是夠用，就是一腳電門到底車身反應很快，沒有遲滯，扭矩來的呢也很直接。但是那種推背感怎麼說呢？就像有人在你背後輕輕的推了你一把，不是踹一腳，你會覺得
這車呢挺輕快的，但你的心跳不會加速，你的瞳孔不會放大，你的嘴角不會上揚，它像一台很稱職的電動車，從 A 到 B 高效平穩，不拖泥帶水。但是你說它有什麼性格？沒有。你說它有什麼能讓你興奮嗎？也談不上。特斯拉把電耗控得很好，但代價是駕駛樂趣偏弱。6.1秒的加速在25萬這個價位，說實話啊，特斯拉呢，它這個取向更務實，駕駛風格偏向於家用平順，滿足通勤代步剛需。小米苏74驅 Max 版本，一脚電門到底的瞬間，690匹馬力，没有任何猶豫啊，傾瀉而出，身體被狠狠地摁進了座椅裡，視線本能的舒展，心跳還有速度表一起飆升，3.08秒破百。这個數字啊，在方向盤後面變成了一種真實的壓迫性的存在。編輯的想快，動力輸出線性，但是不拖沓，就起步那一腳的爆發力，足夠讓人閉嘴。中後段依然有力，這台車的加速體感雖然猛，卻少了一點性格。它像是在精確的執行一個指令，從0加速到100，用13.08秒，任務完成。那全力加速時能感覺到2噸多的體量感被底盤穩穩的拖住，不笨。但是也不輕快，它快的有底氣，但少了一點靈動。底盤調教呢偏沉穩舒適，運動激進感會有所克制。如果在極限寬容度上再放開一點，小米蘇7 Max 會是一台讓人 respect 的車。最後啊，极氪007 103度后驱 Max 版，它比特斯拉便宜1.16萬，比小米便宜了8萬，一腳電門到底，動力響應很快，沒有那種等一下的遲滯，後驅獨有的推背感來得純粹而線性，不是被拽着走，而是被從後面穩穩的推出去。4.6秒這個加速體感，在這個價位已經相當快了。而且極氪007的厲害之處在於，它的動力輸出很跟腳，60到120的中後段加速依然有力，沒有打滑，沒有猶豫，乾脆利落。240公里每小時的極速雖然比小米低一些，但在日常和賽道那些場景裡，其實你都根本用不到那個數字。關鍵是這種又快又順後驅獨有的駕駛節奏感，會讓你越開越想開。開完3台車，一句話總結：特斯拉 Model 3後驅版，它是一台稱職的電動工具，高效平穩，但6.1秒的加速和中規中矩的駕駛體驗啊，讓它在這個價位裡呢，感覺就不再驚豔。小米蘇7 Max 它快的暴力，快的有底氣，但是少了一點靈動和性格，像是在精確執行指令的優等生。然後就是極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，它是22萬級後驅性能的標杆，4.6秒的加速，純粹暢快，後驅獨有的駕駛溝通感，讓你覺得這台車在和你對話。直線快並不稀奇，迷路繞樁穩還是真本事。開3台車做麋鹿測試，連續繞樁。特斯拉 Model 3轉向精準，人車溝通感很好，這也是特斯拉一貫的優勢。但是呢，它懸架偏硬，繞樁時啊，車身側傾明顯，尾部有一點點活躍，但不失控。它是一台好開的車，但不是一台讓你想玩的車。而且啊，就那硬邦邦的懸架，在樁筒之間連續變向時，我的腰已經開始抗議了。小米蘇7 4驅 Max 運動加模式下，懸架降低，阻尼變硬，車身姿態壓得很低。入樁時啊，車頭響應是夠快的，指向也很精準，前雙叉臂的支撐性讓車頭願意往你打的方向走。在連續变向時啊，能感覺到車尾的跟隨性呢不如車頭那麼乾脆，不是失控啊，而是需要多給它半拍的一個反應時間。四驅系統它的抓地力也很強，不用擔心尾巴突然甩出去。DSP 介入時機偏早，會在你還沒試探到極限時呢就開始收網，幫你規規矩矩的穩住車身，就是挺有安全感的啊。但是會少了一點讓你去探索的空間。極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，這台車是讓我相當意外啊，非常靈活，繞樁時車身就像被吸在地上了，轉向響應非常快，麋鹿緊急變線姿態特別穩健，連續極限避險可控性拉滿，車身姿態穩定 ，ESP 介入細膩，不粗暴不突兀，這也是浩瀚 AI 數字底盤加 CCD 電磁减震的組合拳。雖然只是後驅，在繞樁時啊，我的感覺啊
就不管你怎么踩，动力都会被精準的分配到它該去的地方，不會出現後驅車那種油門大一點，尾巴就甩那種情況。總體感覺呢是特別棒。咱們一句話總結一下吧 ，Model 3呢是好開的家用車，小米蘇七 Max 是很快的 GT 跑車，極氪007是靈活精準的後驅操控高手。好啦，聊點感性的，極氪007前車細膩，納帕真皮搭配大面積麂皮絨包覆，觸感是高級細膩。前排呢有通風、按摩、電動腿托，後排標配加熱，全車座椅舒適性呢很棒。軟性材質鋪滿的座艙，搭配高端影音，還有精緻的細節，有種小輕奢的質感。後排腿部空間，你看三全有餘。頭頂是1.69平方米隱私穹頂，紫外線隔絕率大於99.99%，大太陽底下也不會覺得曬。這個豪華體驗，我覺得要高於25萬級的感受。Model 3內飾走極簡實用路線，用料呢偏簡約，豪華氛圍感偏弱。後排座椅偏短，長途坐着容易累。小米蘇七4驅 Max 30.39萬的頂配價格，定價更高，依托生態與配置溢價，綜合體驗呢偏向於高端家用。納帕真皮大面積包覆，像中控台啊、門板、高頻接觸面都是軟質材料，手感和豪華感都不錯。25揚聲器，豪華音箱支持杜比全景聲。Max 版呢還可以選擇雙分區智能調光天幕和超靜謐座艙。總體而言啊，30.39萬能買到這樣的用料和配置，性價比在同價位算是挺不錯的，但是啊還達不到越級豪華的程度。有人說啊，車是拿來開的，內飾無所謂。但我的回答是，你每天通勤2小時，摸得到、坐得着的地方，憑什麼將就？好啦，咱們來收個尾。最後，今天我們聊了3個維度，3電不能，硬核操控，設計豪華。最後呢，再把戰績拉出來看一眼。我的結論，特斯拉呢，它贏在品牌保值上。如果你看重品牌保值率、極簡風格，對性能、內飾、充電速度都不太在意 ，Model 3仍然是一個很穩妥的選擇。小米啊，就是勝在生態互聯。如果你是小米生態深度用戶，同時對性能有要求，願意多花8萬，同樣可以獲得一台性能啊方方面面都很不錯的車。如果你追求高效的補能、精準的後驅操控、豪華的內飾，還要講究性價比，那麼極氪007 103度後驅 Max 版22.39萬是20萬出頭的優選。花小錢辦大事兒。當然，如果你對性能有更高要求，直接上雙電機4驅版24.39萬，0百2.73秒，25萬內僅有進入2秒俱樂部的選手。無論後驅還是4驅，極氪007都不是偏科生，它是操控能耗雙在線的優秀選手。20萬出頭給你後驅900伏大電池，25萬內給你2秒級4驅性能，這個定價擺明了就是來卷的。最後說一句我自己的感受吧，玩了這麼多年車，從油車到電車，從買賽車到性能車，極氪007是一個讓我覺得既要又要還要，不是做夢的車。它能讓我在賽道上笑出聲，也能讓我在通勤路上安安靜靜的聽歌。它能讓我一腳電門過把癮，也能讓我1個月啊只充2次電。最離譜的是啥呢？它只賣22.39萬。誰說後驅不能給你駕駛樂趣？那是你沒開過極氪007。